灰色的黎明像刀刃一样切开战场，黑色圣堂的身影在废墟间悄然推进。黑银色战甲映出沉默的誓言与审判的寒光，他们的旗帜无声低垂，但每一次步伐都带着不容辩驳的裁决。秘密、惩戒与绝对服从。对面钢铁之手如同行走的堡垒，关节处的蒸汽与电火在晨雾中闪烁，巨大的机械意志在光辉中敲出无情的节拍，铁锤与炼具的金银交织成一道无可逾越的墙，纪律与工匠的冷酷智慧在他们每一次反击中彰显。当第一声等离子爆响贯穿废墟，冷静的狙击与野性的冲锋同时爆发。黑色圣堂以速度与隐秘割裂敌阵，钢铁之手则以稳固火力与机械冲击回应。这是信念与铁律、审判与锻造之间的较量。战火刚燃，阴影与钢刃便开始在这片被毁的圣地上写下新的篇章。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战锤 40K 对战战报。本次视频是由我们尊贵的会员们充电点播的黑色圣堂和钢铁之手的对战视频，感谢老板们的大力支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罗老板使用的黑圣堂的军表吧。主将是我们的帝皇冠军，带领一队突击重裁，一个至高大元帅带领一队10人十字军小队，两个元帅分别带队2队5人的剑凶，都是动力剑，一个带有解放者升级的连长带领一队6人剑卫，还有一个万年老副官。兵线还有一队普通重裁。来到载具这边，一个冲击突击艇，一辆黑色圣堂枪骑兵型角斗士坦克，一辆黑色圣堂触觉者型反击者坦克，以及最后的一个黑色圣堂十字军型兰德掠袭者。团侧使用的是现在很变态的装甲矛尖。接下来是我们的流神使用的钢铁之手的军表。主将当然是卡诺克，配合一个有强化钢铁支援的终结者骑手，带领一队10人突击终结者小队，一个技术军士，一个万年老副官，一队普通重裁，一队5人入侵者，2台超硬的救赎者无畏，2台触觉者反击者型坦克，一台维护者，以及5个跳包突击重裁。本次团侧使用的是艾沃尼之锤，铁手的本家团侧。本次使用的主人物是燃烧大地，地图是搜索与破坏。双方玩家开始拼头部署，黑圣堂部署第一个小副官渗透，来到战场左上角的地形后面。钢铁之手同样部署第一个相同的小副官，不过部署在 BT 的副官的9寸外，双胞胎要贴呀。BT 部署普通小仲裁在家里粘点，钢铁之手的仲裁也部署在家里负责粘点。BT 的第一台触觉者部署完成在家里掩体后面，里面坐着元帅和5人剑凶。钢铁之手部署一队入侵者在掩体内部墙后。BT 部署自己的兰德，里面有大元帅和10人十字军。钢铁之手部署第一台救赎者无畏在家里掩体后面躲一手枪线。BT 部署突击艇在家里掩体里边，里面有帝皇冠军。车体低于2楼，所以可以很好藏起来。钢铁之手部署维护者贴着中场的边。BT 角斗士部署在兰德旁边。第2台无畏部署在战场左边中场。BT 最后一队6人剑卫在家里掩体后面。剩下钢铁之手部署了自己的2台触觉者在家里掩体后面，接着部署自己的重拳单位10人终结者和带队的 HQ 在家里掩体内部躲在入侵者的后面。双方部署完成，黑圣堂有一队元帅带剑凶在天上侧击，钢铁之手选择不进行任何重新部署。双方开始拼头，黑圣堂拿到先手，双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斥候移动。游戏开始，黑圣堂当然是选择近战加一造了。黑圣堂第一回合开始，次要任务抽到不留活口和回收资产。移动阶段开始，角斗士率先移动，直接向战场下方移动，上点准备去干对面的维护者。BT 玩家非常明白，消灭触觉者的概率非常的小啊，反手可能就会被撅死。但是身为帝皇的天使，谁能不爱赌命呢？战场左上角的副官上点，
铁手的副官选择进九洞六，直接来到 BT 副官面前，这是要做什么呢？兰德向前面的掩体移动，触觉者奔跑向战场上方的掩体移动，尽量把自己的大车体藏好。射击阶段，仲裁和副官做回收资产，接下来开始赌博。角斗士全部射击维护者，可惜重头也漏了一个造伤，伤害本来出了3，嘿嘿，贪得无厌，居然选择重头，嘿，居然出了1，呵呵，太糟糕了呀！只能说没有冲锋，回合结束。次要任务弃掉不留活口，回收资产，获得3分。钢铁之手第1回合开始，指挥阶段，次要抽到不留活口和诱人目标，诱人目标选择角斗士站的那个目标点，试验目标选择角斗士。感觉 BT 的小车很难活下来了呀！移动开始，维护者开始向前移动，确保角斗士在24寸内可以被射击到。入侵者向前移动，出掩体拦一波 BT 的兰德。10个终结者简单调整了一下位置，第一台绿色的触觉者也是调整了一下位置，确保自己能看到角斗士就行了。粘了点的仲裁选择移动上车。修车工跟着触觉者向前移动一波，2台大无畏都是一波奔跑向 BT 的部署区移动，但是也都保证自己藏在墙后面。射击开始，入侵者先打角斗士，全重头命中加一造，还有重头1的试验目标，真的是好恶心呀！区入侵者就打掉了角斗士3点血呀。接下来维护者开炮。哎呀，还有了加1中啊！角斗士的宝全部漏，毛都没干，直接被打爆了呀，太惨了呀！来到战场上方的副官 ECP 给副官手雷，直接炸了 BT 副官3点致命啊！5加不怕疼，全漏，太臭了！原来上回和留神的反应移动是为了留手雷呀，太秀了！冲锋开始，铁手副官冲 BT 的副官成功，其他的就没有了。近战开始 ，BT 副官直接被干，哎呀，相爱相杀呀，兄弟无法相容啊！回合结束，次要任务不留活口，获得4分，诱人目标选择弃掉。黑圣堂第2回合开始，主任务控制1个点5分，次要任务抽到破坏和彰显武力。移动开始，兰德率先移动向下方的目标点移动，紧接着大元帅一个下车第3加3，直接6寸移动，来到终结者大队的面前，成功绕过入侵者。上方的触觉者里面的剑兄和元帅直接下车，来到无畏的面前。6人剑卫简单向前移动，进入中场的掩体内部。触觉者向前移动上点，铁手的小副官一个进9洞6躲到掩体后面，在家里的墙后的突击艇 ECP 给自己穿墙，直接来到中场的目标点上。然后帝皇冠军下车移动，下车直接一个第6 5寸来到维护者的面前。铁手 ECP 维护者坚守射击，帝皇冠军枪数出了6，可惜啊，命中一个6都没有啊！深打开始了，把在天上的一对剑兄侧击来到战场上方掩体后面。哎呀，说实话，这可真是一步不好的棋呀，侧击到了非常不正确的位置啊！射击开始时，入侵者先给大元帅丢雷，哎，炸死了一个十字军。兰德先开始射击维护者，猎杀飞弹成功打中了，但是伤害又出了1 ，ECP 冲头2，真的是服了呀！不过热熔成功给维护者带走了，剩下的小枪带走了4个入侵者。触觉者全部射击绿色的处决者，成功打掉10点血，嘿，可惜没有打爆呀。下车的帝皇冠军和大元帅成功消灭了最后的一个入侵者。冲锋开始，帝皇冠军冲锋终结者和触觉者成功，大元帅成功冲锋终结者，剑兄也是一个超大冲锋冲到无畏。冲锋之后，大元帅和帝皇冠军因为终结者，所以需要过一个震慑，哎，都成功了。铁手花费 ECP 强固坚毅给终结者减1地，哎呀，这个 CP 太厉害了，只能说 ECP 就减1地。近战开始，大元帅先炸了终结者3点摸头，哎，剑兄先开刀，一波输出，哪怕无畏有减1地，也是扛不住 BT 的大宝剑呀，直接砍爆。打完之后贴住触觉者，接下来大元帅先出刀，铁手最后 ECP AOC， 太硬了呀！这一对铁疙瘩噼里啪啦的呀，就仅仅打死了3个终结者呀，真的是太硬了。轮到帝皇冠军了，帝皇冠军选择精准去打卡诺克，直接3个毁伤，加上一个普通伤害，一共要过8个不怕疼啊！
可惜啊，刘神的头子就是牛逼呀！哎呀，5家不怕疼，还剩1血，打不动呀，打不动。接下来的突击重裁全打车，居然还打掉了2滴血。接下来轮到刘神的反击时刻，一波输出，卡诺克的5刀居然直接出了4个1 ，Oh my god！ 仅仅打死了1个突击重裁。剩下的终结者一部分打突击仲裁，一部分打大元帅，突击仲裁被全部干掉，就剩帝皇冠军了。十字军 ECP 开 AOC， 最后还是被打掉了8个，太凶残了呀！最后处决者试图碾压一下帝皇冠军，居然打掉了帝皇冠军2血，出了2个1。回合结束，次要任务建立连接轨迹中场的车座，破坏则由侧击下来的剑胸座还在进行中。铁手第2回合开始。震慑全部通过，指挥阶段终结者回一个人，次要任务分别抽到净化和回收资产，主任务获得5分，控制1个点，选择试验目标为冠军，这么保守吗？刘神移动开始，战场下方的无畏先向前移动，在绿色处决者里的5个仲裁下车向中场移动，准备去翻 BT 的点。红色技术军是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就那么几个单位了，移动结束了，射击开始。绿色的处决者先开枪，大枪和毁伤的枪打 BT 的处决者，剩下的枪则全部打近战中的帝皇冠军。哎呀，可怜的帝皇冠军呀，毫无疑问的被撅死了。冠军被打爆之后，刘神使用团测的重新锁定，选择 BT 的处决者作为新的试验目标。可惜呀，可惜呀，刚刚没有成功杀掉卡诺克，这一波太亏了。大枪直接打掉了 BT 处决者8血，第2台铁手的处决者继续射击，全部射击 BT 的处决者，成功给处决者打爆了，太赞了呀！来到战场下方的无畏，全部射击站在掩体的剑卫 ，BT 的这一波走位实在是很臭呀，被看到了，一波输出3血枪啊，一枪一个，直接带走了5个人呐！BT 的保头的也是够烂，一队满血剑卫毛都没干就被打死了5个。中场的仲裁射击中场 BT 的运兵车，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冲锋开始，技术军事成功冲锋大元帅，无畏成功冲锋兰德，同时上点。中场的仲裁成功冲上运兵车，把点翻下来了。进展开始，大元帅因为终结者要过的震慑通过，然后炸掉对面1滴血。技术军是先打，成功干死了所有的十字军。大元帅倒是没事儿，无畏打兰德，没有打出伤害 ，T12 还是挺硬的哈。中场的仲裁打掉了车3滴血，轮到 BT 反打了。大元帅12刀居然成功打掉了2个终结者，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终结者跟进一波，开始打大元帅。大元帅，哎呀，直接被分尸了。轮到剑胸，终于把残血的处决者打爆了，不容易啊！打完之后重整上点，回合结束，把次要任务全部弃掉，回 CP。BT 的破坏成功做完，黑色圣堂第3回合开始，震慑通过。次要任务抽到全力以赴和延伸战线，主任务只有1个点5分。移动阶段开始，6个剑胸奔跑来到中场，这位侧击的位置可真的是很有问题啊，浪费了一整队的输出啊！在铁手家里的剑胸移动到掩体内部，准备去打第2台处决者，离那一团终结者铁疙瘩远远的，完全不想碰它。中场的车撤退，在家里的仲裁则向前移动，准备射击中场的铁手的仲裁。剑卫向战场下方的无畏移动，哎呀，真的是太惨了，只剩2个人了。射击阶段开始 ，BT 仲裁先射击中场的仲裁，仅仅打掉了1滴血，太臭了。近战中的兰德继续射击中场的铁手仲裁，最后还剩1个了。冲锋开始，剑胸成功冲锋处决者，剑卫成功冲锋无畏 ，ECP 重头11寸成功，非常 nice。哎呀，可惜啊，可惜！再一次感叹，就剩1个连长和1个剑卫了，太惨了，很难打掉满血的无畏啊。进展开始，连长开一次性能力，全部出刀打无畏，最后仅仅打掉了3血。剑胸这边，留神 ECP 开 AOC，BT 这一波打得不太行啊，处决者还剩4滴血呀，还活着。留神反打，无畏成功捏死了最后的1个剑卫。铁手的处决者和 BT 的兰德则都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回合结束，延伸战线完成4分，全力以赴获得4分，次要还是不错的呀。铁手第3回合开始，次要任务抽的压制力量和全力以赴，主任务1个点获得5分。中场的点因为没有粘到点，所以 OC 平的话还是谁都没有。试验目标给到和处决者近战中的剑胸，
终结者又回一个人啊，真是不做人啊！移动开始，非常简单的移动，终结者向剑凶移动，这对剑凶估计是要交代在这里啦。副官向前上点，取烧点，好讨厌的小东西啊！战场下方的技术军士向兰德移动，深打。留神深打一堆 JPM 到 BT 的家里，准备去翻对面的点。射击开始，处决者当然是射击和他近战中的剑凶了。嘿，成功打死了所有的剑凶和元帅啊，甚至不需要终结者的近战啊。史将军在旁边感叹：为什么我的处决者都打不出这种伤害呢？接下来留神转视野目标给到 BT 的仲裁，无畏开始射击。能打到的枪全部打 BT 的仲裁，剩下的就射面前的连长。仲裁被打的就剩一个了，连长没有掉血。中场的仲裁 ECP 手雷给中场的车，就炸掉了一滴血。GPI 最后手枪射击干死了最后的 BT 小仲裁。冲锋开始，小仲裁成功冲锋中场的车， BT 玩家直接头脑一热 ，ECP 坚守小仲裁，然后啥也没有。近战开始，小仲裁动力拳成功打掉车2血，慢慢的呀，就要被磨死了。BT 连长成功仅仅打掉无畏1滴血，无畏反手给小连长撅死了。回合结束，压制力量拿满，全力以赴也拿满，非常的不错呀。黑色盛唐第4回合开始，主任务以1个点5分，震慑都过了。次要任务抽到诱人目标和占领无人区。诱人目标当然留神选择的是无畏踩的点，赌一波兰德能不能射死无畏。移动阶段开始，剑凶向中场的点移动，微微踩上点，中场的车向家里目标点移动撤退。兰德开始射击无畏，无畏 ECP、AOC 全部打下来之后，仅仅打掉了无畏2滴血呀，太难了呀！中场的剑凶 ECP 成功带走了最后的小仲裁，然后在中场做一个烧点，没有冲锋，近战无畏打掉兰德3滴血。回合结束，有人目标选择弃掉，占领无人区拿到2分，留神的烧点完成，获得5分。回合结束时，留神 ECP 空降舱撤离，把终结者放到了预备队里呀，准备下一回合打爆 BT 的家里。铁手第4回合开始，次要任务选择突袭目标点和延伸战线，实验目标非常的简单，中场的剑凶不用考虑。移动开始，这1PI 一个12寸移动，直接来到 BT 的运兵车前面。战场下方的技术军士向前移动，距离兰德一个6寸，处决者简单向前移动，但是还是看不到剑凶啊。副官向前移动，最后终结者一个深打来到剑凶9寸外。射击阶段开始，无畏射击开始，这一波射击的不好，兰德和运兵车都没有被打死。JPI 手雷运兵车，最后还剩2滴血。冲锋开始，技术军士先冲锋兰德成功， JPI 成功冲锋 BT 的车，一波冲锋伤害打掉1滴血。终结者没有冲上，近战开始，运兵车当然是被抬走了呀，太惨了呀。来到兰德这边，兰德被打掉了2滴血。回合结束，次要任务突袭目标点完成，隐身战线选择弃掉，回 CP BT 烧点完成，获得5分。黑盛唐第5回合开始，次要任务抽到彰显武力和深入敌后，主任务没有控制目标点。移动阶段开始，剑凶向 JPI 移动，然后就没有别的单位可以移动了，所以就是要看看兰德到底能不能带走无畏了。可惜呀，一波射击仅仅打掉了1滴血，好无用的兰德呀！冲锋阶段近战，剑凶冲上去把 JPI 成功消灭，拿回家里的目标点。次要任务全部都没有。钢铁之手第5回合开始，次要任务抽到刺杀和死亡标记，随便杀一个 BT 单位就可以了，非常的 easy。到此 BT 已经武力回天，在钢铁洪流的碾压之下，只有灰飞烟灭这一种结局。恭喜留神获得胜利，这也是我们在10版最后的一场 40K 对战战报啦。之后会等11版更新之后，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战报视频的，请大家敬请期待。